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一个最新的消息，因为大家都在之前看到外媒的报道说啊，秦刚又怎么样被消失啊，或者李尚福又如何啊，但他们竟然都现身了哟。那怎么样的现身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请辞的消息出现了，消失的李尚福又一个职务被拔了，中央军委名单里面没有他了。彭博社有讲到，中国大陆的前国务委员兼防长李尚福已经从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网站上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当中已经被移除啦。那另外呢，秦刚也传出来说他有这个请辞的这个消息，人家惊讶说原来秦刚还活着，所以也等于说间接反驳了他这样的一个死亡的消息哦。那官方公布出来，他辞掉了这个人大代表的职务，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官媒27号的报道，说他请辞第14届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而且还包含了这个人大委员会这个决议来接受请辞，所以这两个消失已久的人物，现在看起来都只是出来请辞一下哦。那我们再来看看。人大年会前，这个秦刚请辞人大代表这个辞这个字哦，其实也让大家有一些解读哦。因为终止秦刚人大代表资格的方式是很奇怪，是在取消的一批代表资格当中，使用的都是决定罢免谁代表职务哦。但是讲到了秦刚，人大委员会的公告是这样表述的，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务，而不像其他落马的官员那样是直接罢免哦。那被罢免的代表说，他们可能是有一些把柄啊，或是工作失误、不称职、不履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不合适哦。辞职就不一样了，程序是比较简化，所以外界不需要过多去跟外界交代原因哦。辞职者是不需要怎么特别的理由的。那感觉上面秦刚事件这个是就疑点呢，就是感觉好像高高举起被轻轻放下嘛。因为3月4号5号两会在北京就要举行了嘛。那现在本来应该在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国大陆的3中全会也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消息，迟迟没有办法开。你看到这个法广就在讲说，这是难以处置秦刚啊或者李尚福是不是有所关联呢？那决定罢免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严重，可是官方现在目前公告出来是秦刚辞去了地方人代会而决定接受的说法，好像对于秦刚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外媒就算就是这样的解读人家讲说是不是代表着想要影射说习近平政权不稳啊，又有开始想要唱衰中国这样的一个嫌疑哦。再来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外交持续正在进行，那王毅原本大家讲说会不会有新的人选来顶替王毅哦，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宣布新的人选，他是继续续任外长。那中共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呢，只是又承担了更多的这个外事活动，涉外的团队也陆续在补齐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人大常委会没有发布新的外长，就是由王毅继续来担纲这个主要的任务。因为其实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对美关系，那现在看起来王毅还是最有办法来应对美国的他这个经验是最丰富的。那王文涛的话，他现在在阿联酋跟沙特这边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多国的部长正在推动双边贸易合作以及扩大投资。那他讲说愿意跟阿联酋来提升贸易的水平。那另外他还有跟澳洲的贸易部长也表达支持澳洲希望澳洲支持大陆加入 CPTPP。他们说现在因为双方的关系持续在改善嘛，也是展现出强大的一个韧性。除此之外呢，美国的商会感觉上面好像也代表出这个是不是中美交流的回暖哦。那美国商会会长率团访问中国大陆，那他们讲说现在本周就会有这个访问的行程，感觉上面是一个迹象啊，是不是代表着中美的经贸改善？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副商务部长他提到啦，他说现在呢，他们接下来会有一些跟当地的一些商业领袖还有这个美国的商业高管跟这个外国外交使节团的代表来进行一些会面。那这个感觉上面好像有一些逐步回暖，但是对比一下伯恩斯伯恩斯又感觉好像坐不住，要特别讲一些话。他说我们不想要活在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世界。
他说，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最具竞争性，还有最危险的一个关系。而且他讲说，中国大陆呢，它是比起当年苏联更为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哦，想要成为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因此美国人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也不想要由你中方来主导这个世界哦，所以感觉这样子解读好像是有一种两面手法。拜登是不是表面上面在谈商业，可是背地里一直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秦刚跟李尚福竟然也有新消息？对，因为他现在要开两会啦，所以他原来是这个可以参加两会的代表啊。那当然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没有参加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为什么没有参加的原因啊，就是把他这个怎么样，他这个辞人大代表，让他自己辞掉这个人大代表职位。免得到时候开会的时候，哎，怎么有人大代表没来参加与会啊？我想他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过程啊。从来没有人那个说秦刚死掉都是传闻而已啊，从来就没有人证实过啊。而且说实话，秦刚就是说这个案子事实上的话是非常悬疑啦，可是他应该还是罪不及死吧？有什么好这个官不做了，然后非要让他的人命也不保的？不过我觉得。基本上，其实他应该是涉及了一些让他没有办法担任这个继续担任这个职位的这个事件啊。不过中国大陆其实他过去非常重视驻美大使这个位置。驻美大使他事实上他当时杨洁篪他做过驻美大使啊，下来以后啊，他事实上他虽然不掌管对美事务，可是呢。他进入了就是中国党的系统里面，当作外事的一把手的时候呢，那他实际上还在操控中国大陆对美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他有实务的经验，他在华府的经验非常丰富。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秦刚会去接这个王毅，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杨洁篪要退休了，也是在中共的外事船队里面啊，一个。有对美工作经验、实战经验的人啊，他要退休了，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有对美实战经验的一个人。其实，秦刚以他的外交养成过程中，其实他对美工作的这个经验其实算是也是很短暂。他在大陆，他在北京他在华府做大使不超过2年。对，那过去也从来都没有在美国服务的经验。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要了解美国的政治，你没有在华府待过个3-5年的话，你都是怎么样？都是雾里看花，你不会真正了解华府真正什么气氛。所以杨洁篪算是老华府，所以他后来主掌中国大陆对美工作，主掌了10几年了。退休以后，中国大陆直接一定要找一个这有美国经验的。那这个秦刚是运气好他补上了这个缺了，因为王毅再怎么讲，他基本上他是日本通，他在东京待过，来来往往待过几次，可他从来没有待过华府，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真的秦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他自己搞砸了，那所以他们现在中国大陆要找一个取代他的人非常的困难，那而且经过秦刚例子，我想他们现在也非常慎重了。我听过这个刘建超他在美国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英文是非常的好，那沟通无碍，而且呢人也相当的稳重，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在华府实战的经验，那他要去指挥华府的作战那我想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隔靴搔痒。那不过对大陆来讲的话，这个所以很多国家到最后好像人才很多，真正能用的是有限的。那也逐渐中国大陆对外交的重视，一个外长你看这么慎重在选举在选拔，不像我们这边像那种什么管碧林这种既没有专业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道德操守的，居然可以做部长，就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一个部长是很重要的你用错了，像管碧林这种就变成把所有的脸都丢尽了，台湾的脸都丢尽了，这样子。好，来请教苑老师。好，那个我针对2点首先呢，
这个聊一聊这个用词啊，就是主动请辞跟这个被这个删除啊，或者说是被罢免，它意义啊，在中文中一听就不一样嘛。但大家呢进一步的就把它解释说，因为前阵子有谣言呢、就是说是秦刚死了啊。我跟大家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仔细观察了所有的记录啊，即使最严重的这个破纪录的贪腐啊，也都是死缓啊，就是好像没有真正的判了死刑又执行的，就没有这种事情，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在这边猜测了，就是也没什么意义。但是的的确确的，我觉得这里面出现了一种精神呢，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讲的啊，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对于打贪反腐这件事情啊，是进行到底哦。好，大家心里要想，一个国家的运作的话呢，一个现代政治的主要的毒瘤，不就是官员假借权力之名而行贪污之实嘛？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进行到底是前所未见的力度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心里做一下评价而已啊。那么敢这么做的话呢，说明权力地位这个习主席是非常稳固的啊。所以说呢，外媒对于中国的解读啊，实际上是充满了错误非常多的。那另外呢，我在这边呢要稍微聊一下这个阿尔巴尼斯，他最近谈到了这个伯恩斯啊，伯恩斯最近谈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态度啊，我觉得呢，他这个讲话呢，也可以说是新，也可以说是旧。他旧的地方呢，就是美国长期对中国的立场啊，就是说是中美关系很重要，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但中美关系呢，有它的潜在的威胁，有它的危险，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要管控这个风险，这个是陈腔旧调，这个并不稀奇。但是新的是什么呢？新的是伯恩斯呢，特别在这个节骨眼花了时间谈这个问题，而且他谈这个问题的内容呢，跟以前的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他一方面呢，在我们这边的文字当中没有讲出来，他讲说中国有用的地方，就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财经、农产品的购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两者之间呢不能脱钩。但他这里面呢讲出一个文化上对于中国要防范的，有里面分3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中国的威胁比当年的苏联还大。哇，这个不得了！我在冷战时期在国外读书啊，我非常了解那个欧洲北约对于苏联的恐惧感，现在比较还大，来自于这个伯恩斯的话。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他会强调呢，美国呢保证绝对不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进一步。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他说的非常清楚。然后第3点呢，我觉得呢，就是呢，美国本身已经把这件事情当成了首要任务。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打压中国的发展。讲得非常清楚。好，请教厉将军。我觉得秦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还他一个清白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只是一个被罢免，或者是说这个请辞获准，但是对他个人来讲，那人生的荣誉是很重要，尤其是对后代子孙你怎么去交代，对不对？你如果说是，尤其是他那件事情，跟傅小田的事情，大家传言。说他是不是跟火箭军把这个机密情报卖给，那等于叛国贼耶，但是会被骂一辈子，后代子孙都会被骂的。那在这种状况下，等于还这个秦刚一个清白，说你大概那时候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说你秦刚可能在品德道德上面有一些瑕疵，但是你犯的罪还不至于到是出卖国家，不至于到叛国，所以说我在名誉上面还你人格上的一个清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秦刚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我来讲的话，像我们军人就是把荣誉视为第二生命嘛。那如果一旦被扣上这种叛国的这种罪名来讲的话，那可能后代子孙永远远都洗不掉的。第二个，我觉得说这次用王毅继续来这个没有派新的外长，代表美中两国在外交上的这种战场斗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第一个是王毅跟苏利文在曼谷的见面。然后之后双方出来用的词句是什么呢？美国方面讲的是说我们富有建设性，但是王毅讲的什么是富有成果性。那后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可能美中方面在全球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一个改变，尤其是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里面，我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现在来讲，黎巴嫩真主党在上个月已经跟这个以色列已经开火了。现在维和部队是谁呢？是中国派维和部队去那边，好像这个火就熄下来了。对，那会不会是双方来讲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双方一个沟通，能够让世界
不要再走向在经济啊或者各方面不要再走向这种恶劣的一个经济，尤其是俄乌战争，可能这方面来讲，美国都必须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做介入来做谈判。所以我相信王毅在这方面，这个时候他负的责任不只是跟美国的一个对抗，他甚至要负责是全球一个和平，走向一个和平的一个境界。特别要注意到，对不对？习近平讲了一句话，他这个时代刚好是什么？100年难得一遇的这种大变局的时代。那这种大变局就是美国跟中国，当然我们不希望美中两国两强走上这种冷战，走向两极的对抗的一个情形。可这个时候需要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折冲，所以我觉得王毅在这个时候使命是非常重要的。那后续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可能中国后续来讲还要靠人培养人才，才能够接手王毅的工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拜登现在可能关注选战更多过一些像是以巴或是俄乌的战争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空军呢，我们昨天有提到说他跑到以色列的驻美大使馆外面这个自焚哦。那后来呢，现在证实因为伤势过重已经死亡了，证实已经死亡。奥斯汀也提到了，这个应该是发言人呐，就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防长奥斯汀继续关注情况。那空军也证实这一名军人已经死亡了，这个事件无疑是一宗悲剧哦。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很多的空军呢，美国空军他们这个还有民众哦，也都到现场来点燃了烛光来致意哦。根据现场的安全人员估计，大概有300多人去点燃这个烛光。那哀悼的军人就提到了，说这个丧生的这一名空军哦。他传递的讯息哦，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听见。我们还需要支持像他这样子的人，不然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种族灭绝呢？因此，其实可以反映出来很多美国的官兵们哦，对于在这场以巴冲突里面扮演的角色，他们没有办法认同自己这样子配合着这个拜登政府的做法，所以才用比较激进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到这个拜登的，比方说访问的一些地点，他们都会查询得到哦，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在这附近来做抗议啊。那他们其实也会身穿着黑色的衬衫，上面写着立即停火，甚至还有这个标语写着犹太人要拜登啊，停止武装种族灭绝。所以看起来有一些这种比方像是什么犹太和平之声这种抗议团体哦，常常现在看到拜登去哪里他们就去哪边抗议，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很多人真的是看不下去这个以巴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那我们看这个拜登的说法说快了，在这个斋戒月的时候就会停火，而且他还边吃冰淇淋，好像很事不关己那种感觉哦。我们来看看他的态度。At least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ells me that we're close. We're close. It's not done yet. And my hope is by next Monday we'll have a ceasefire. 对，希望下星期一3月4号能够赶紧停火。我们这边有点出来3月5号，因为是他们超级星期二啊。但是他回应的那个态度，让人家感觉说，你怎么是这种调调？吃个冰淇淋，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哦，你应该是严肃的来讲这件事，怎么是吃冰淇淋悠悠的说了这一番话？那结果马上呢，这个以色列就打脸了拜登啊，讲说，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哦，哈马斯也是这么说，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的网媒，他们引述不具名的高层，他说我们措手不及啊，不晓得拜登的乐观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直接恶狠狠的就是说，拜登不知道在说什么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马克宏提到了，他说欧洲不应排除派兵乌克兰，必须要打败俄罗斯哦。那他说欧盟未达成派兵乌克兰的共识，但是呢，他这一番言论啊，感觉好像欧洲其他国家并不赞成哦。比方说像是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明言不赞成派兵进入到乌克兰。白宫也说，美国我们也不会派兵到乌克兰哦。这个北约的官员也提到啦，说这个北约没有在乌克兰部署作战部队的计划，所以感觉上面
虽然法国这么讲啦，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响应，那也反映出来这2个战争很难结束啊，是不是？美国都束手无策，都搞不定现在以巴或者是俄乌现在的一个最新状况。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拜登恐怕并不在意那些事哦，就像他吃冰淇淋那个态度，他更在意他自己吗？更在意自己的选情哦。让我们看看这个密西根州的初选。拜登因为挺以色列失去了穆斯林的支持哦，所以他在阿拉伯裔穆斯林的这个族群里面支持度都是下降的。感觉上面这个2020年哦，他是靠着密西根州哦以些微差距战胜川普哦，现在恐怕这个优势不在。还有呢，他们连这个同党人都反对，现在以巴战争已经变成了拜登选情最大的炸弹哦，因为他们觉得说，拜登怎么以巴处理这种状况，现在愤怒的程度哦已经是超乎大家想象。这个民主党内部有非常多的对于拜登的这种意见跟杂音哦。那川普的支持度在最新的民调显示出来，他现在已经从36%上升到42%，数字也已经高过了拜登。纽时还这样直接说。他说现在有换登的3套剧本，难道民主党里面准备要换掉拜登吗？换登哦 ，A 剧本就是说初选会遇到挑战者 ，B 剧本就是党中央直接介入 ，C 剧本就是拜登自行退选啊。感觉是不是2024拜登已经大势已去了呢？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个以巴俄乌都搞不定，会重创拜登啊？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俄乌战争国内的民意是两极化的很严重了，虽然大部分还是支持以色列支持这个乌克兰，可是另外一极现在越来越怎么讲，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反对的态度越来越强烈。这个现役的美国空军自焚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抗议。他的口号是什么？他不愿意成为什么？成为种族灭绝的帮凶。那意思就是美国是在做种族灭绝的帮凶嘛。所以最近川普很多演讲我都在听他不止一次提到，他说拜登正在毁灭美国，也在毁灭这个世界。都讲话讲到这个份了，下面一讲，下面就一片掌声。他说要拯救美国，就是先把拜登这个老先生把他移除掉，他在毁灭美国，而且他毁灭美国的民主，毁灭美国，毁灭世界。对，所以川普说，我上任的话，俄乌战争立刻就结束了，不会再打下去了。那下面也很赞成对，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说非常两极化，而且这个越来越激烈。我觉得如果拜登继续照他目前的政策走下去，不管这2场战争他都照目前的走下去，第一个他选举必输，第二个美国国内的对立会更加强。拜登你不要看他吃冰淇淋老神在在，他多次在公开演讲里面，下面就有人抗议者闯入现场，拉起白条指着拜登讲你就是战争罪犯。也同样的说不要做所谓的美国不要做种族灭绝的帮凶。另外呢还说什么，后面还讲自由解放巴勒斯坦 Free Palestine， 就是说要一个怎么样，要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所以现在美国这个状况，事实上你们看到连犹太人里面也说不要做这么做这个所谓说种族灭绝的帮凶。其实呢拜登讲这句话说会停火，他会停火，都是鬼话。真的他的撒谎技术事实上跟那个管碧玲差不多，都是说公然说谎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你要知道他讲这话之前1个多礼拜，你记不记得他的政府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意要求立刻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案。那你说你在那边要搞停火，结果呢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案，为什么只有你美国一个国家反对？那为什么你每天在那边叫说要什么？你要停战，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往前又往以色列送，又往乌克兰送。对，这你的行为跟你的说法完全两回事。我们是相信什么呢？好，我们来请教苑老师。我跟你讲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所有的抗议示威包含这个恐怖攻击最可怕的就是自焚因为我成长的时候这个越战结束之前很多的街头上的和尚自焚那个效果太可怕了。
所以我这一次一听到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他的布希史内啊，他的这个自焚呢，有3件事让我觉得有一点很特别了。第一个，他是飞行员哦，这飞行员的话，在美国可不得了啊，在哪一个国家的飞行员都不得了啊，对不对？然后自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在发表声明的时候，旁边有人帮他拍哦，旁边是有人帮他拍的，然后自己浇了油，那个整个镜头啊是非常非常血腥的，非常非常可怕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整个效果已经爆开，就连现在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华盛顿的这个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口就有一大堆人不断的祷告，24小时鲜花啊鲜。这个其实讲起来啊，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觉得美国本身来讲啊，真的是自己内部问题可大了。为什么问题这么大了呢？因为呢，我们在讲到拜登啊，说斋戒月的时候，今年的斋戒月是3月10号开始，它是阴历的嘛，到了4月8号开始，这个是所有全世界20多亿的回教徒穆斯林中最重要的节日，一个礼拜啊，太阳起来到下山之前，中间不能吃饭，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的话，然后现在在加沙走廊，在阿拉伯的区域，然后这个打这个哈马斯打到拉法，什么叫拉法？你地图一打开看，就是逃无可逃的情况啊。剩下那个拉法本来的话呢就不大，现在住了有140万人，140万人当中的话呢，号称呢手上还有40名的以色列的人质啊，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我觉得美国现在面对这个情况极其严重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俄乌那边的话呢，乌克兰快输光光啊，以色列这边呢快杀光光啊。那你在两光政策底下的话呢，美国本身一开始不是世界警察吗？不是要维持世界和平吗？不是讲求人道主义吗？通通都做不到，让人家产生极大的反感啊。因为在内部的话，拜登一直不断地用他的外交政策制造出所有川普让他被能够当选的说法。我每一次啊，我也很注意这个川普的讲法，因为川普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啊的获胜啊，取得了共和党的这种右下一层的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啊。他的那个黑利基本上就是那个州的州长，结果他赢他超过了20%多，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可怕了。好，请教林将军。这个美国空军这种自焚的事情哈，其实就是很明显一种叫做创伤后症候群。因为这个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战场上或者是遇到大量的伤亡来讲的话，然后那种心理上的阴影是一辈子都存在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在金门那个时候两岸对峙的时候，曾经就发生那种把这个对方的一些渔民打死啊或干什么，其实这些士兵后来一辈子都自责在心里头，甚至有一些后来就皈依佛教或干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很明显，就是以色列纳坦雅胡硬要去打这个拉法来讲的话，可能后续来讲，你自己以色列整个国家这些军人来讲，可能以后的状况会更严重，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嘛。你如果看到那么大的伤亡，可能任何人都受不了。对。第二个我要特别讲欧洲这场战争，俄乌战争啊，其实欧洲来讲真的是很怕这个苏联，那时候是叫苏联。你看拿破仑或者是这个德国希特勒去入侵苏联，每次都是惨败而回。所以他们对俄罗斯有一种恐惧感。那前2天泽伦斯基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阵亡只有3万人，对不对？这个俄罗斯阵亡了12万人，你这数据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讲，我讲一个数据，你就知道泽伦斯基讲的话可不可信，对不对？这个德国那时候入侵俄罗斯的时候，打俄罗斯的时候，这后来德国还战败哦。这双方的阵亡比是多少？是1:2，就是那表示说泽伦斯基比希特勒还厉害6倍以上，对不对？因为他死亡人数2倍以上，因为他死亡人数还没有俄罗斯多，所以这很明显看出来泽伦斯基他的其实伤亡是非常严重的。他故意讲说只有3万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战场上来讲的话，我们经历过的这些战争战役来讲，我们在统计过的死亡数字来讲的话，是不可能是这种比例的。尤其是他现在在战败的状况，那代表什么？代表乌克兰来讲的话，他的这个不管是在人力方面，或者是财力方面，或者是阵地的失守，像阿夫迪夫卡最近的失守，对他来讲都是很惨败的伤亡。那后续来讲会有什么发展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在为这个事情做好准备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欧洲正在做一件事情，叫做2024那个什么坚定捍卫者演习，总共动员了9万大军，然后包括瑞典已经加入这个
北约组织，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乌克兰来战斗。这种种代表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帮乌克兰打胜仗，而是他们担心的说，你乌克兰一旦战败以后，俄罗斯会不会直接就攻到我们的这个欧洲本土来，对我们这些国家造成很大一个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边都看得出来，那你更不要讲说以巴了。以巴现在在表面上面，我觉得是跟黎巴嫩珍珠港，我刚刚有讲过，是因为中国维和部队进去。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金厦的情况哦。我们看到了这个228一早其实就有4艘的大陆的渔船，还有2202号的大型海警船也是到了这个金门这边哦。那这个2000吨级的海警船2202号呢，它甚至离金门只有6.59海里哦，所以蛮接近的。所以现在数一数，在这个金厦海域哦，大陆的这些舰艇目前已经到达了11艘之多哦。因为2月27号下午呢，大陆的海监船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禁限制水域，随后呢，福建的海警船也在金厦海域这边巡查舰艇哦，又持续增加，已经到了11艘。那其中2艘哦是已经直接闯入了这个禁限水域。那虽然说金门的海巡队也是半艇这个派出了这个快艇哦来伴航，来提醒对方越界，但是感觉上面现在的确他们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巡查哦，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化了，已经会频繁的出现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海巡的确上现在是有点动辄得咎啊，不知道该如何来拿捏这样子的执法方式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民进党现在的立场呢。邱国正有提到，就是国防部长邱国正，他说不期望作战。他说金马这边离岛禁限制水域跟陆地的远近不同，如果大陆的渔船呢，这个不是大陆陆船啦，不是渔船，对于部队造成威胁哦，都会给海巡来处理。那外离岛的官兵跟居民同岛一命，是互相帮忙的。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平顺的处理，不要再扩大了。那承建人的讲法是说，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禁限制水域的大陆渔船都能够尽快的撤离。来看一下国防部对于这个金厦事件的这个态度哦，感觉上面好像有比较逐日在调整跟软化一些哦。2月19号的时候，国防部跟海巡署共同的就是全天候监视的这个金厦海域有这样的一个宣示。那这个2月20号的时候，邱国正有提到说，国防部不会主动介入。到了21号，国防部有讲说，如果海巡有任何的需求的话，会依照法令来实施应援。那27号的时间，这个邱国正的讲法是说，如果陆船没对部队造成威胁的话，就是交由海巡来处理。所以感觉一直在设下一些防火线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风评提到的，沈伯洋感觉上面，他认为沈伯洋的态度上面呢，面对到中国大陆的海警亲门踏户，沈伯洋只会揪网图，这个是风传媒的主笔骂得挺凶的。他说沈伯洋只会使出几套这个黔驴技穷的招式哦。第一招，大力主张揪出网图，就是我们看到又来了什么这样子的网图。第二招就是要求灰色地带要透明化。第三招就是贩卖认知作战的国难书哦。那民进党竟然重用此等这个挖腐之人，大搞雷明秀，没有谈判交涉的经验哦，只会火上浇油成口舌之快，当心成为真正的肇祸者啊。那还有另一方面，昨天在微博上面的热搜冲到了第1名，就是苹果的地图哦，直接把中国台湾原本这样的一个标示哦，改成台湾省。然后呢，大陆的网友们就开始疯狂的，就是转发，然后 hashtag 这个台湾省这个热搜哦，冲到了热搜榜的第1。那大陆的网民也是就想说，有些人看到说这样子的标题，还说以为收回了台湾。那的确，这个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省的显示，在台湾又是如何？我们查了一下，好像在台湾还是叫台湾，就是苹果的这个地图还是叫台湾，但是是不是在大陆这一边？
前因应那一边可能当局的要求，所以中国台湾已经变成了台湾省。那的确也是表态了，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现在目前台海问题更加的强势，所以是不是相关的昨天好像好几个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地图哦，通通都是改为台湾省哦，也代表一个讯号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解放军的一些动作，解放军表扬了三对台作战的关键单位，他们就是在1月初的时候哦，中共中央书委印发了这个通报光荣榜，特别表扬了对台作战有关的，像是东部战区的2个单位，还有南部战区的1个单位哦，显示出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战场经营的趋向。这陆委会说，这样子做其实是有意要展现给美方来看。那这个《金融时报》也提到了，现在中国大陆的科考船也到了这个台湾这边附近的水域哦，冲突风险可能会升高，因为他们现在增加对于台湾24海里线的侵犯行动，那企图混淆科学跟军事航行来制造模糊的空间，显示出来现在北京侦查跟搜集海战资讯的能力增强了。这个《金融时报》也在这边来这个加油，这个添火一下哦。还有这个撞船事件，我们看这个撞船事件的分析哦，是不是有美国在背后这双手呢？因为看起来现在发生之后，民进党当局处理这个事件的进程当中，基本回应的态度是回避跟强硬哦，并且要求美国介入。那美国政府、国会、五角大厦三方齐发，呼吁双方要克制、维持现状哦。因为美国在金门跟本岛驻军，有利于抵消民进党近年来不安全感的增加。所以难道这个事件背后真的有美国的存在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季老师，季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越来越多这个陆方的潜艇，到我们所谓这个金厦附近我们那个禁限的水域里？这大陆已经说了，他就不承认你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啊，那就是金厦水域基本上的话，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水域啊，对啊，你没有就是说。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权利在那边阻挡大陆的这些公务船只进入，甚至民间的船只进入过去划设的禁限制水域啊，他不承认啊。对，那他现在就是说用实践来等于说实现他的主张嘛，他主张已经讲了，那主张如果说没有行动的话，那就空话。那民进党一定就有民进党跟民进党的同路人就是说啊，大陆就是纸老虎啊，对不对？只敢说不敢做啊。他们这没有实力啊，只敢那边吓唬啊，那所以他既然说了，他就要做啊，对不对？那做的话，他就是把他的先展示实力啊，开8艘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像我们海巡署的船嘛，对不对？大陆的这个执法的船只先停到金门附近啊，然后以后就常态巡演嘛，对，所以我觉得就跟现在台湾海峡一样啊，大陆的事实上他们已经划了好几块地方啊，那大陆的不管是军舰或者说是海监船，他们都是常态在那边巡航的，对啊。那将来金门的过去民进党当局讲的这个所谓的禁限制水域的话，大陆就说不存在，我就每天就在那个禁限制水域进出出，看你怎么办，对不对？那当然啦，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这个当局对这件事情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来说，就4个字了：前居后恭。刚开始的时候傲慢自大，然后这个嘴硬，然后呢说谎，现在变成什么样，对不对？那个还说这个管碧玲对不对？以前在立法院那简直是凶得不得了的，对不对？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凶得很啊，对不对？那陆委会也很凶啊，那现在怎么都不凶了？管碧玲前2天就说，哎呀，这个我们是朝过失致死啊，过失就表示我们不是故意，对不对？表示有过了嘛。那你前面不是一点过都没有嘛，对不对？那可是问题，他又踩到司法的红线了。司法。用过失致死，或者说是过当执法，这由不得你管碧玲讲啊。所以这些人心里面就是无法无天。你今天是被调查的对象，怎么跟你说用什么什么罪名来调查你呢？对不对？有没有执法过当？你管碧玲你首当其冲啊！
你是一个机关的负责人啊，你要负责啊。你在那边决定用什么罪名起诉，你搞不清楚啊，你是行政部门啊，你今天你是当事人啊，你居然在那边指点江山了。所以呢，金门的检察所就出来说，我们没有预设任何立场，用什么罪名起诉，我们在以各种事证作为将来起诉的罪名，轮得到你管碧玲讲吗？这些人就是权力的傲慢，到最后变成权力的无知啊。他有什么资格来讲说用什么罪名起诉？所以就基本上，我觉得最后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基本上，美国说这件事你不要闹，本来管碧玲这些人准备大闹一场的，跟大陆怎么样硬干啊、硬谋啊。现在美国基本上几次讲话都没有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民进党当局立场，他靠什么？他有什么好硬的？就前居后恭嘛。现在怎么讲？现在这个船也让人家看了，然后呢，谈判了8次，越退越多，对不对？前居后恭，这就是民进党当局这种特性什么？他遇弱则强，遇强则弱，这就是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大陆也不弱，但是他们是抗中牌啊，所以看到逢中必反。我们来问一下厉将军。其实金门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民进党真的是你去把历史读一读，这个实力原则，当初这个禁限线怎么画出来的？其实我这个讲起来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两岸之间当年的那种对峙，原来我们是10万大军守在金门，你10万大军你就有那个拳头嘛。那个时候我们有画一条线，就是说你如果说越过什么线来讲的话，我就驱离射击；但是你超过某一条线的话，我就一律击沉。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下的军令是什么？如果说你对方船你没有打沉让他跑掉的话，你就军法侦办，你就枪毙，是判军法的。所以后来有一年在87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叫东港惨案，地点就是在小金门的东港那个海滩的沙头。什么叫东港惨案？你知道吧？就是有一艘越南难民的船。因为他船坏掉了，那天又刚好是大雾，所以他没有声音。我们守军也不知道说有船过来了，因为他船坏掉，他飘，所以又飘到小金门东港那个滩头上去。就守军一看不得了，对不对？这你上来的话，我就会被枪毙，因为我要被判军法。就守军全部开枪，把那条船上所有人都打死。打死以后上去才一看，才发现说船上的人都是一些这个妇孺、孕妇、小孩，20-30个，然后挖个坑把他们全部埋掉。那后来这件事情闹出来以后，大家才发现说，其实这金门很尴尬，跟对方大家彼此一个协调好，就是说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就这条建制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双方的轻兵器射程之外，我轻兵器打不到你，你也威胁不到我，大家用这种方式来画一条线，你不要在那边拿这个国际法的12海里的水域是我们国家水域，这基本不是那种观念来用的，而是双方来讲保持一种友好默契，不要再发生类似这个误伤。这个海上渔民或者是难民的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这种事情，所以双方是一种默契形成的。那你现在民进党不管是从这个管碧玲，或者是甚至于陈建仁，甚至于说是这个绿营的侧翼名嘴，在那边一直讲说我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你依的是什么法？你那个法是我们国防部自己按照我们的射程画出来的那个区域，那大家按照这种默契来遵守，大家不要互相侵犯。但是不可讳言，总是有一些渔民他为了贪图一些小利。他或者他船上没有装 GPS， 他不小心过来或过去了，那你把他驱离就是了，你干嘛硬要去给人家扣船，造成这种惨案？第二个我要讲说，国防部为什么你国防部或者是海巡署，你现在有什么家当去跟人家斗嘛？我讲实在话，你现在来的是你很嚣张啊！你在之前人家一条渔船，你过来去给人家驱离，依法行政，依法驱离。他现在来了2000吨的，对不对？2202、2203，他已经进入禁制线里面了，你去驱离啊！你为什么现在周美武在小金门你不去驱离？你海军署长，你凭你那几条这个10吨级的船你去驱离？昨天我还听说更可怕的是，他8000吨的海警船都来了，而且不但来，还是在我们那个廖罗湾海滩给你下锚，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你现在你去驱离啊！我看看你现在绿营民嘴，你们带头，包括这个海委会主委管主委，你去驱离看看了。国军在那边确实是没有多少家当了。你知道国军现在守军3000人。岳老师，你知道国军在金门只有3000人，在韩外岛，你知道金门的碉堡有多少？1万多个，一个兵去守4个碉堡怎么守啊？所以说你没有那个武器，你没有那个家当，你没有那个能力，这是实力原则。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你还要在嘴巴上面逞能，任凭这些名嘴，任凭这些侧翼，然后你政府官员不了解
这个道理的话，你那边叫只会把台湾带入更兵凶战危，更这个丧失更多主权，里子外子都失掉。这种事情就像什么？就一只小狗在公园里面，一只这个吉娃娃在公园里面小便小了一圈，这是我的地盘。就突然有一天，一只大狼狗进来了，它就跟人家汪汪汪汪汪汪叫，你叫什么叫啊？这大狼狗一嘴巴就把你叼走了。现在我们这些海巡署、这些管碧林、这些绿营侧翼，不是就跟这个小吉娃娃在那边叫，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地盘，你不能进来。你进来我就咬你，你进来我可以咬你。现在进来一只大狼狗，你咬给我看啊，你咬给我看啊！8000吨的海警船已经进来了。那后续来讲，让我们更担心的，接着下来，在520之前，他会不会到澎湖到什么地方去，让我们让渔民丧失更多的捕鱼的这种生存的权利？这是让我们担心的事情。对，讲到嘴上风光哦，刚刚这个沈伯洋的这一番话要来讲一下。他说，金厦事件是中国要在2会前冲 KPI 哦，莫名其妙。所以这些激进言论都还没有打算要挺住。我帮大家厘清一下这里面的重点。首先，这个根本就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做成意外事件，这根本就是一场政治阴谋了。根据这边里面所显示的资料，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民进党要做球给美国看。为什么做这个球呢？要想把大陆拉进这个战争的漩涡。民进党的话借这个机会对美国表功啊，表示自己很忠诚。所以说，在整个处置当中啊，首先一开始就是说谎，然后呢也不就责，非常骄傲。然后第三个的话，他拖拖拉拉，然后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扣着人家的死者为大，还扣着人家的这个尸体，也扣着人家的船。然后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话呢。就是呢，一点情感都没有，非常无情。你在这里头的拖拉，你在这里头的撒谎，你在这里头的倨傲，你在这里头的无情，大陆眼睛看得非常清楚啊！大陆刚好找这个机会，我觉得民进党的政治阴谋基本上的话呢，完全忽略美国的立场。美国现在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管理这个事情啊？民进党现在一下子要搞大了，我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啊，就是3天内开了7场协商会。通通破局，3天开了7场协商会，上午1场，下午1场，这么重要的会议，有一天居然开了3场，所以说呢，本身来讲情势越来越不利。民进党本身在执政之前，尤其在520之前，这个基本上是给赖清德一个下马威啊！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极其严重，因为赖清德本身现在正在烦的要不要废除台独党纲啊，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出现这种事情，那他们唯一的理由的话呢，就是不能够破坏。这个是这个维持现状什么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民进党现在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美国不支持你的时候，整个方向就转换。这个转换当中呢，直接联想到这边的4个人。首先的话呢，邱国正当国防部长不敢打仗，你当什么国防部长？然后呢，陈建仁讲他的 wishful thinking 我们希望你不要来。管碧玲管大妈你应该站在前线上老娘在此跟你拼了。你自己要带着枪AK47你不是有请那个欧布莱恩吗？你不是要带着 AK47，你不要拿到台湾用你拿到金门用那个沈伯洋是你们黑熊勇士该出发的时间了，你应该站在海巡船上，然后呢强调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顶着你那个乌七八糟的头发，然后在这边讲一些图片的事情，你应该站在第一线，讲说我沈伯洋的话呢，不是成人就是成事，你现在一点都不能够成，你要告诉。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中唯一的对大陆来讲非常有利，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得很清楚将来统一的计划那个围堵计划看得非常明显了。因为大陆对菲律宾、对钓鱼台，然后现在对金门都这一套，下一次东沙岛，然后再接下来就到了澎湖了。最后台湾，你仔细研究一下这里整个过程，台湾输大了，真的输得非常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